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师庄佳颖。我有不少病人啊，鼻子过敏真的非常严重哎。每次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啊，鼻子都很痒，然后一直打喷嚏、咳嗽、流鼻水，身上一定要带那个抗组织胺出门，不然他就觉得没有安全感，觉得会很不舒服。那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的话，我们来听听看中医怎么样治疗。中医看待鼻过敏呢，其实没有说过敏性这个名词，但是我们有很多类似的症状哦，像这种反反复复的鼻塞啊、打喷嚏啊、流鼻水啊这种状况，中医叫做鼻糗。那鼻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大部分古人观察到说，每次天气一个变化啊，或是外界有一些下雨天啊，有一些状况的时候，鼻子就特别容易有这些状况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归咎是外邪。西医来说呢，那就是环境啊、过敏源。所以其实中医、西医看到的是一样的事情，只是呢，我们用不一样的语言去做表达。那中医认为呢，鼻子过敏一定跟体质有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样的气候啊，都是下雨天，我不会打喷嚏、流鼻水，你会，那你会呢，就表示你的脏腑呢，对于外界天气的变化呢，有一些功能障碍，所以一定是体质需要调整。那是哪些脏腑出问题呢？是肺、脾、肾出了问题。那中医在调整呢，也会根据你是哪一个脏腑的障碍比较多来做调整。还有呢，中医在治疗鼻子过敏啊，我们会分成急性期跟慢性期，会有不一样的治疗原则哦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急性期中医是怎么去处理它的。一种就是分泌型，一种是充血型。那分泌就是腺体会分泌很多的水啊、分泌物啊，像什么眼泪啊、鼻涕啊流个不停。那只要天气一变化，然后这个鼻水就要供劳，然后一直的打喷嚏，然后眼泪也飙出来，那整天就是卫生纸带在旁边。那我有个病人，他说他一个早上可以用到1包的那个大包的卫生纸，那觉得真的非常的不舒服。那抗组织胺是做什么呢？抗组织胺就是让我们腺体不要分泌那么多，那你就不会一直狂流鼻水。但是呢，抗组织胺也有它的副作用啊，有些人吃了会觉得头昏昏的，没有办法好好的正常去工作。像我有个病人啊，他每次进入去这个无尘室啊，他只要天气一变化，哇，那个鼻水狂流，可是他又集中精神，那就是只得吃抗组织胺啊，才不会一直流鼻水，否则精密仪器受到污染怎么办？可是吃了抗组织胺呢，头又昏昏沉沉的，可是他又必须专注工作，他就不吃抗组织胺，然后张口呼吸，然后2个卫生纸塞在这边，这样子非常的痛苦。他觉得人生真的是生不如死，所以这种状况就只好靠中药去缓解他的体质，让他的体质改变，症状才不会这么严重。我们中医把任何不正常分泌的这些水样的东西，都把它认为是痰湿水饮，所以像这种一直在流鼻水啊、眼泪一直流出来啊，这种就是化痰湿，或是化水饮，或是祛风。像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小青龙汤、五苓散，还有这个辛夷、白芷这样子的药物，一方面去处理鼻子，二方面呢抑制腺体的分泌。那像这样子的治疗之下，其实很快的鼻水就会止掉了，那也不会像抗组织胺吃的那种会头昏昏的，反而呢，你吃了这个通鼻窍的药物，像是辛夷啊、苍耳子这样的药物，吃了之后你鼻子的循环比较好，你会比较有精神，比较不会这样注意力不集中。那有一类型的症状是充血型的，充血是什么？充血就是鼻窦里面的鼻黏膜啊一直在发炎，那发炎就会红肿热痛嘛，就会肿。那肿是什么在肿呢？就血管充血在肿。好像有鼻水，可是一直擤，又擤不出来，那就是因为鼻黏膜是肿肿的，让你觉得好像塞住有鼻水，可是其实却没有分泌物。那甚至因为鼻黏膜啊、整个鼻窦啊都在充血发炎，所以鼻子就好痛，整个头都好胀。那这种状况其实也很痛苦。那有时候西医治疗会给一些麻黄素啊，让血管收缩，缓解这样鼻黏膜充血的状况。那有些病人他会发现呢，就说，庄医师，我每次只要天气一变化，我头就痛起来，然后呢，我就去喝咖啡，喝完咖啡就好了。
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咖啡因啊可以让血管去收缩，所以鼻黏膜不会充血的那么厉害。可是，一张反反复复的喝咖啡，喝到后来就心悸啊，或是肠胃就不舒服啊，然后又引起消化道功能或是睡眠的障碍，那当然也不是长久之计呀。那以中医来看，这种充血型的症状是属于血热或是血瘀，那因为风热导致的气血循环的障碍，所以呢，我们会用一些祛风的药跟一些活血化瘀、凉血的药，我们可以用导赤散啊，或是柴胡啊、当归啊、赤芍这样子的药物去做处理。说起来也是蛮简单的，可是其实呢，处理上不是那么简单，因为它鼻子过敏呢是体质的因素，所以我们除了给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之外，还要去缓解它本身的整个循环障碍啊、病理产物的堆积啊，让它反反复复发炎不会好啊，那就变成是说要做全身的调整。举例来说，我有一个病人，她是一个小女生，她每次在月经前后的时候啊，鼻子过敏的很厉害，头很胀很痛，然后鼻子也很胀很痛。那每次到生理期的都一副生不如死的样子。那这种状况呢，其实就是全身的因素去影响到局部的症状。那这时候我除了给她一些通鼻窍的药物之外呢，还用四物汤啊，用菟丝子啊，用营养货啊来帮助她补肾。那甚至再帮他做一些养血补气的动作，那整个身体的状况变好了，过敏的状况也会变得比较缓解一点。那急性期过后就是慢性缓解期了。很多人说，鼻子过敏，就如果我没有症状的话，我就不需要看医生啦。等到季节变化、症状很严重的时候，我再去找医师去吃点症状控制的药物就好了。那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不是哦。有很多小朋友他鼻子过敏很厉害，然后他都不调，等他长到大人的时候，哇，这个过敏更严重，而且更难调。或是有些人啊，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一直反反复复鼻子在过敏，那本来年轻的时候这个抗组织胺就好了，可是等到更年期过后，等到这个身体变得比较虚弱的时候，症状变得很严重，这时候再吃一些症状控制的药物，效果就没那么好了。那原因就是因为你的体质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趁着这个鼻子过敏没有那么严重的症状的时候，赶快来进入慢性调体质的这个阶段。那中医怎么样去治疗这个慢性期的调养呢？就是几个原则：补我们的脏腑的虚损，因为我开头就说到啦，鼻球跟我们的肺脾肾最相关，所以当你症状没有那么缓解，我们不用去处理头面部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回归来处理我们内在脏腑的虚损。所以补肾、健脾、补肺气，用什么药物呢？像8味地黄丸啊、6味地黄丸啊、山茱萸啊，这些药物都可以补肾，而且也要帮助我们的肠胃道的免疫系统可以健全。所以像森林白术散啊、香砂六君子汤啊、小建中这些药物都非常的有效。那补肺气也是很重要啊，因为鼻就是通我们的肺，所以我们可以用黄芪啊、补中益气汤这些来处理，这些都是我们慢性期在调养常常使用的处方。那说到鼻子过敏了，我们就很难不讲到鼻窦炎。那鼻窦炎是怎么样呢？鼻涕很黄，然后有些像病人他会闻到有些腥臭味，完全闻不到味道，头会很痛，鼻窦附近也会非常的痛。那这时候就要赶快用一些祛风热的中药，像是龙胆泻肝汤啊、银翘散。那西医可能就直接用抗生素了。但是其实有时候啊，我们看到一些小朋友鼻涕开始从白色开始变成有点淡黄色，我们就赶快用一些疏风清热或是清热解毒的药物下去，那它就不会发展到急性的鼻窦炎。像有一个小朋友啊，早餐都吃不下，然后胃都很痛，家属带来看，我看他其实就是鼻子在过敏，满肚子的鼻涕，胃都被那个鼻涕塞饱饱的，那当然吃不下，胃就当然痛起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鼻子过敏啊，所有全身的肠胃的系统啊，或是我们全身的循环免疫系统都一起去调整，鼻子过敏的症状才会完全的缓解。那生活上呢，我们注意就是说要好好做鼻子的保健啊，你就是可以去洗洗鼻子啊，然后戴个口罩，用一些热热的水蒸气蒸一下鼻子，让鼻子呢接受这温暖的水蒸气的循环好一点，过敏的症状会比较容易减轻。接下来我们来回答观众的问题。
有人问说，我可以用冰水去洗鼻子止痒吗？其实你正在发作的时候，你应该是要用温水让你的鼻子充血的状况缓解。如果你用冰水的话，你只会充血的更厉害，所以你只是暂时舒服，但是接下来会更严重。每天在家里都必须要除尘螨吗？小朋友不可能24小时都待在家里面啊，你总是要出门啊，要上学啊，那你怎么可能去控制外面的环境完全没有尘螨吧？所以就现实面来讲，你还是要让他体质调养好，让他去适应环境，而不是完全要打造一个没有过敏源的环境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。鼻子过敏可以养宠物吗？其实很多人说，我鼻子过敏，我不能养宠物。可是你想想看哦，同样在一个家里面养了那个宠物，那其他家人不会过敏，为什么你会过敏？那如果你对这宠物会过敏，你对外面其他过敏源其实也是很容易过敏诶。所以最根本之道，还是把自己的体质调养好，让自己去适应这周遭的环境，这样比较根本一点。说到现在，大家应该知道鼻子过敏的问题牵涉到全身的因素。那如果你已经进入慢性期了，那症状已经很久，甚至很严重了，藉由中医的调养，还是可以改善很多哦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大家学汉医，我们下次再见。